一语池塘水面平，淡泊明镜照炎萤。东风忽起垂杨柳，更作荷心万点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茶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。本期的投稿故事很特别，不仅有视频，做之前还有大量朋友给出了接近满分的评价。这里呢，为了故事的完整性，我就用第一人称讲述了。这是一件关于我和我的竹马小 P 的灵异故事。我呢叫小肖，是个男生，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军警世家。因为家人职业的原因，从小父母陪伴的时间就很少，再加上又是军人做派的家庭氛围，这就导致我的娱乐时间也所剩无几了。所以我吧，一直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偏见。但直到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遇到了随父亲工作调动而来的小 P。他呢，也是一个话不多却很温柔的男生，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儿，他都无比支持。就这样，他陪我度过了6年的时光，我也不再感到孤独，而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与他有关。好景不长，在中考那年，小 P 就随着我爸回到了北方。告别那天，我恰好有一场重要的模拟考，也因此和他错过了见面。一直到高3之前，我们俩都没再联系过。等再联系上的时候，是我刚上大一，而他也考上警校，成为了一名学警。之后我俩就约了地方见面。可以说多年不见，小 P 我是完全认不出来了，又高又壮，但依旧爱笑且温柔。后面因为联系渐渐频繁，我俩就经常见面，我还特意去他所在的派出所找过他，并留下了合影。当时他就对我表达了好感，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整得我有点慌张，也没有答复他。总之因为种种原因吧，我也开始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好感。于是毕业那年，我就参加了公务员考试。去之前，小 P 还送了我一个木质手串，图个吉利。但是由于我平时就没有运动的习惯，最后到了体测那一步，不出意外的落选了。不过后面我还是考上了体制内，只不过不是警察，而他则是去了西南某省，开始了警察的职业生涯。这期间，我和他只能保持短信和电话联系。2011年2月开始，他就变得非常繁忙。3月，他最后回了一次电话，我们就彻底失去了联系。而我也因为初入职场，渐渐忙于自身的工作，淡忘了这件事儿。可没想到从这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灵异事件。3月份的某天晚上，我在家睡觉，就梦到了小 P。梦里我们在火车站的月台相遇，中间隔了很多人。我想去找他，但怎么也穿越不了人海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踏上火车。当我好不容易想跟上去的时候，却又被列车员拦住了。小 P 就那么站在火车的窗户那儿望着我。醒来后，我心里是有点顾虑的，于是就尝试着跟他发消息，可依然得不到任何回应。这期间频繁的梦整得我生活紊乱，一闭眼就很紧张，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也睡不着。我就回忆起了跟小 P 的最后一次通话，他在电话里就叮嘱我平时少熬夜打游戏，这样对眼脑的损伤特别大。于是就给我推荐了这款风靡硅谷的 Moza 护眼深睡仪，还说真的是亲测过的睡眠神器，只需3步就能助眠无压力。首先滴一滴深睡精油，这是采用了稀缺的穗甘松作为原料，涂抹在太阳穴和眉心处，能让你一下子就体会到松弛感。接下来戴上深睡仪，伴随着1分钟7次的科学呼吸红光，激发褪黑素的自然释放，真的做到了非药物助眠的安全可靠。按摩过程中发射的舒曼波，仿佛有无数个指腹在眼周轻点或拉扯皮肤的同时，还能温热太阳穴，困意瞬间袭来。而且这款深睡仪还提供了4种模式，20多种按摩手法。小 P 说他工作间隙就喜欢用 Relax 模式放松双眼，睡前喜欢用 Sleep 模式引导自己入睡，再结合 Moza 深睡冥想课，每次听到一半就睡过去了。并且更重要的是，相比传统的按摩器又重，压得眼球疼，不能佩戴整晚的缺点，这款获得了德国红点奖的高颜值深睡仪，只有126克的轻柔材质，通过了美国 FDA 的安全性认证。它这段时间都是整晚戴着，贴合遮光零压力，侧睡也是柔软贴合，每天上班都随身携带，午睡超实用，随时充满能量。就连 Moza 的售后也非常周到，拆封试用不满意退货退款，承担来回运费，3年质保，质量问题免费换新。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领取大额优惠券，一起深度睡眠吧。之后我还试图通过爸妈去找小 P 的父亲，但我爸的意思也是小 P 和所有人都失联了。时间呢，一晃来到了6月。
那天我刚午睡起来，准备出门上班，外面突然就变天了，我就以为是要下大雨了呗，于是转身回家拿伞。但等我再次想出门的时候，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，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开了一个缝，前脚刚迈出去，家里挂着的衣服就莫名其妙掉了一地，种种奇怪的现象就给我整得有点心烦，加上马上就迟到了，我啥也没管，直接关门下楼，加速骑车往单位冲。但也不知道为啥，那天就接连倒霉出事儿。我当时不是在骑车吗？车速大概60公里每小时，刚拐到一个拐弯的路口，就突然出来一辆黑色小轿车。等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腾空，随后撞到汽车引擎盖，又反弹到了地上。当时我脑子都是麻的，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然后那个司机更离谱，慌慌张张从车上跑下来，拼命的和周围的人解释说：他撞我，他撞我，讹人啊，讹人。大约缓了有5-6分钟，我试探性的动了动身体，竟然发现除了疼之外，没有任何异常情况，也能站起来。等站起来才看到手串碎了一地，关键点是车压根就没碰到手臂，可一颗颗珠子却跟粉碎性骨折一样。之后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特意去了趟医院，毫发无损，就连我妈都说是菩萨保佑。然后时间来到7月，我所在的城市遭到了特大洪水的袭击，作为体制内的一员，我也被安排在了一线前去抗洪救灾。大堤上有不少警察同志跟我们并肩作战，看到他们那一刻，我就突然特别想念小 P， 也不知道他如今到底怎么样了。紧接着那天晚上，我睡到一半起床方便，结果刚到厕所门口就被眼前的情况吓懵了，就看到我家厕所门的磨砂玻璃后面，也就是厕所里站了一个人，体型高大，肩膀线条特别奇怪，大概是90度直角的感觉。如果要是用人来形容的话，又特别突兀，而里面那个东西呢，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我当时确实怕得要死，但是也不能尿裤兜子呀，于是就硬着头皮迅速打开客厅和厕所的大灯，那个人影随之瞬间消失，就跟开灯一样，原本黑的啪嗒一下就亮了，特别快。然后当我打开厕所门，又听见吧唧一声，再低头一看，地上有一大滩的水渍，跟有人洗过澡似的。不过所幸后面没发生什么事儿。第二天的白天就是日常的巡逻和值守，但是那天到了晚上凌晨3点，我就被电话吵醒了，说是在郊区的某个村发生了防洪大堤的管洪现象，我们得立刻赶到现场，连夜进行抢险，一直抢到凌晨5点吧，应该不知道咋的，我就开始眼睛看不清路面，耳边还有人细细耳语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当我想去认真听，脚下莫名其妙直接一出溜，滑下了防洪大堤。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，抢险已经很危险了，我还掉下去了，我都觉得自己应该是要光荣牺牲了。那洪水的腥臭味近在咫尺，我就啊的狂喊。这时候玄学的来了，就有股力量，手上突然被人捏了3下，随后我就被那股力量牢牢的拉住了。回头一看，是一棵已经枯萎的树挂住了我的袖子。循声而来的同事呢，赶紧把我从河边拉起来，我这才捡了一条命。一连串反常的事件也终于让我家里人坐不住了，最后就在亲戚的介绍下，我们去乡下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婆。神婆住的地方是一间看起来平平无奇的2层小洋楼，门前有一个晒谷场，我就把车停在边上，打算跟家人一起进去。我爸妈他们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可轮到我没等前脚踏进去呢，里面就开始骂，说谁让你进来的，你给我滚出去。那个神婆就那么狠狠盯着我，我心里就纳闷，这是咋了？我也不认识你啊，你牛逼你就凶我，凭啥？没等我张开嘴呢，神婆又开口跟我说，不是你，是你身后那个，他不能进来。What？ 瞬间我就起鸡皮疙瘩了，转头看看空空无人的走道，汗毛直立。进屋坐定以后，那个神婆就让我跪在神案前面磕头，并用香灰绕了我全身，随后看了看我的八字，就一直不说话，应该是在想什么。我俩就这么对坐有个7-8分钟，他就突然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说，你的命格很好，与军警有缘，但是七杀太过，大运来之前如果从事相关工作容易出事儿，同时八字纯阴，非常容易招惹阴邪和意外事故，40岁之前命运多舛，你呀能活下来全靠有人在暗中保护你。这会儿我还不知道是谁，就顺着问，你是说刚才我身后那个？他说对，是个横死在外的年轻人，
我刚才看到他就是在你身后，浑身是血，他和你的羁绊很深，已经跟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把800年前认识的人都回想了一遍，依然毫无头绪。神婆看我一脸懵逼，也没管我，说你们还有缘分，这个人对你未来会有很重要的影响。最后神婆就只是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送了几个护身符，就打发我回去了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明显感觉车里的气氛不对，我爸和我妈一路都没说话，我就边开边想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然后我就想到了失联几个月的小屁，就跟爸妈问有没有小屁的消息。结果我妈说让我不要再找他了，他早在3月份就牺牲了，牺牲在了一场打击犯罪的任务中。我直接实话五雷轰顶了，所有的片段在这一刻都对上了。撞车手串粉碎，厕所门后那90度的肩膀应该是他的肩章，还有落水那次也是他拉住了我。最后我都不知道那天自己是怎么到家的，甚至那几年的记忆都已经被抽离出来，只知道那段时间但凡在街上看到警察、警车就想哭，看到有关警察牺牲的新闻就会陷入抑郁，久久无法康复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去联系小屁的父亲，至少要知道小屁究竟埋在哪里。可谁知道他父亲竟然说为了我的安全不能告诉我。至此我连祭拜他都无法做到。一晃10多年过去了，我搬离了原本的住处，自己在外独居，但时不时的就能感受到小屁的存在，是真的存在，后面还有视频为证。我是怎么察觉到的呢？就是每次下楼，电梯就会莫名其妙开门，哪怕是在高层也会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下降，开门后里面空无一人。再比如家里的电视机会莫名其妙的关闭开启，窗户上也会出现奇怪的图案。每次加班太晚回家，副驾驶座上还会响起系好安全带的提示，这就没办法解释了吧。就算搬家后经常来我家吃饭的朋友都说，感觉你家里异常的冷。而小屁呢，也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渐渐的，我明确了自己的取向，但却没有谈过任何对象。就算好不容易遇到了相投的人，最后都会莫名其妙的断联。去年有个男性朋友遇到了点棘手的事儿，半夜来找我倾诉，结果第2天回去就发烧了。后来他就再也没单独来过我家。有时候我连自己都调侃，真的感谢小屁让我孤寡了这么多年。然后上周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出现在一个类似神庙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仙风道骨的大师，他看着我说，有人想再见你一次，你是否愿意？我点了点头，之后大师就给了我一块石头说，他拦不住你了。接着让我去庙外的青石板地上写想相见之人的名字，写满为止。写完后我重新回到庙里，大师让我闭上眼睛，右手紧握那块石头，突然在我周身刮起一阵风，我就感觉自己的手被人紧紧地握住了。我明白小屁要走了。我在梦里不停哭，想拉住他，结果自己直接哭醒了。右手上的触感非常真实，甚至开灯后还能看见一圈红印子。有人说人的死亡有3层，一是肉体的死亡，2是社会意义的死亡，3是被遗忘。也正是因为小屁，这些年我开始思考起了警察这个职业的意义，突然理解了家人那种舍生忘死的执着。于是我就开始立志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，也许只有穿上警服那天，我才能真正走到他身边。但实际情况却是，我想要入警，除非辞职再考，因为已经是体制内的一员了，没办法，要么就是参加遴选，但我早就超过了年龄限制，或许这已经是个难以实现的梦了。然而就在那个梦境之后的第3天，我突然接到了遴选的机会，我符合所有的条件，真的很神奇。那天激动的我半夜没睡着，这可能就是命运吧，让我成为你，去做你未完成的事情。最后阿茶向所有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，愿红蓝星光承载美好征程，愿祖国繁荣富强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，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有相关经历的，可以后台私信阿茶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